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嘟嘴真的只是卖萌吗？如果你以为诚意嘟嘴只是单纯在卖萌，那其实有点想得太简单了。但如果反过来，把嘟嘴等于美容神器这件事理解得过于神奇，那同样也有些夸张。真正更接近事实的答案，往往介于两者之间。在很多路透、花絮甚至直播镜头中，我们确实能频繁看到诚意不自觉的嘟嘴。这个动作看起来轻松自然，没有刻意设计的痕迹，更像是一种下意识的小习惯。就像有的人喜欢抿嘴、咬唇、鼓腮，或者在思考时轻轻皱眉，这些都属于身体在无意识状态下形成的微表情反应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他的嘟嘴首先并不是为了取悦镜头，而更像是一种放松状态下的自然流露。不过，关于嘟嘴可以美容的说法，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。嘟嘴这个动作，本质上会调动到唇周的口轮匝肌，这是一圈围绕嘴唇的肌肉。适度的面部肌肉活动，确实有助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，让肌肉保持一定的活跃度，避免长期僵硬。从理论上讲，这类轻微的面部运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气色，让人看起来更有精神。但问题在于，这种作用是非常有限的。像法令纹、皮肤松弛这类问题，本质上与年龄增长、胶原蛋白流失、骨骼结构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，并不是靠简单的嘟嘴动作就能逆转的。所以，把嘟嘴当作一种辅助放松的小动作是合理的，但如果期待它带来明显的抗衰效果，就有些不切实际了。相比之下，减压这一点反而更值得认可。人在放松、发呆或者轻微紧张时，往往会不自觉地做一些重复的小动作，这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自我调节机制。嘟嘴、抿唇、轻轻吐气，这些动作都可以帮助身体释放一点点紧绷感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诚意的嘟嘴很可能就是一种无意识的放松方式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在非正式场合，比如片场休息或者直播时，更容易捕捉到这一细节。至于嘟嘴可以让发音更标准的说法，则需要更理性的看待。演员在台词训练中，确实会进行系统的唇部和口腔肌肉练习，以提升发音清晰度和控制力。但那是一整套专业训练，包括气息、共鸣、口型配合等多个方面，而不是简单重复一个嘟嘴动作就能达到的效果。因此，把嘟嘴等同于发音训练，显然是被过度放大了。说到底，诚意嘟嘴之所以会引发这么多讨论，其实关键并不在于这个动作本身的功能，而在于它所带来的气质反差。在角色中，它往往给人一种克制、沉稳甚至略带疏离感的印象，但一旦回到生活化的状态，这种不经意的小动作却会瞬间让整个人变得柔软、亲近，甚至带着一点孩子气。这种反差是非常有吸引力的，它让观众意识到，屏幕之外的他，并不是单一的角色形象，而是一个有着丰富层次的人。而嘟嘴恰好成为了这种真实感的一个出口。另外，从外形条件来看，这个动作之所以在他身上格外突出，也有一定原因。他的面部线条干净利落，下颌线清晰，而嘴唇本身带有自然的唇珠。当他做出嘟嘴这个动作时，唇部轮廓会被进一步强化，从视觉上更容易形成一种可爱化的效果。这种五官与动作的适配度，让这个简单的表情被放大，进而成为大家反复提及的记忆点。所以综合来看，嘟嘴既不是刻意的卖萌，也谈不上什么神奇的美容秘诀，它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习惯，叠加上个人气质与外形特点，最终被观众解读出丰富的情绪意味。
如果你也想尝试，其实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种轻松的小动作，在日常生活中偶尔做一做，有助于放松情绪，缓解紧张，这就已经足够了。至于美容或者抗衰，还是要依赖更科学、系统的方法。毕竟，比起单一动作，规律作息、良好心态和长期护理，才是真正影响状态的关键。